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人快要死的那一刻，脑海里为什么会出现一条发光的隧道？有人看见了逝去的亲人，有人感觉灵魂出窍，有人甚至走了一圈又回来。这些神秘的濒死体验 （Near Death Experience） 到底是大脑最后的烟火，还是我们根本就误会了死亡的意义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濒死体验的共通性，到底是大脑在骗我们，还是灵魂在说真话？每年全世界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经历过死亡，然后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他们的描述令人毛骨悚然，却又出奇一致。有人说看见了一道明亮温暖的光，像是宇宙母亲在召唤；有人说自己飘离身体，在病房天花板上看住医生抢救自己；还有人穿越了一条黑暗隧道，进入一个充满爱与和平的地方。更诡异的是，有些人能精确描述手术时医生的对话，甚至自己身体被电击时的动作。明明当时心跳已经停止，脑电波也几乎归零。这到底是记忆的错觉，还是真有灵魂出窍这回事？对这些诡异经历，科学当然不会袖手旁观。神经科学家表示，别紧张，一切都有可能是脑袋在搞鬼。当人临近死亡，脑部缺氧会让视觉皮质过度兴奋，那道隧道其实只是眼睛视野收缩造成的光点错觉。至于那种灵魂出窍的感觉，有研究发现，电刺激大脑顶叶某个区域，也能让人产生我在上面看住我的错觉。还有一说是多巴胺与脑内啡的大放送，在死亡边缘，大脑释放大量快乐物质，让人感觉充满爱与平静。也就是说，濒死体验可能就是大脑临死前的一场精致幻觉，像烟火一样在最后一刻璀璨绽放。但如果是幻觉，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到的幻觉这么像？这就有点怪了。问题来了，来自不同文化、不同宗教、不同时代的人，却有着惊人类似的濒死体验，这不太合理吧？西方人说自己见到耶稣，东方人说见到祖先，但隧道、白光、灵魂出窍，这些关键元素几乎全都出现。某些研究甚至发现，在心跳停止后几分钟内，脑部仍有微弱活动。英国的乌尔研究就记录到，一位病人心跳停止2分钟后，仍然能描述医疗现场的细节。你可能会想，那是残余记忆了。但如果脑子都已经接近断电，这记忆是怎么储存的？谁在储存？这时候就有另一派说法登场了，灵魂派。从古到今，几乎每个文明都相信人有灵魂，不管你叫它魂魄、精神、气场、意识的延伸，它的存在似乎超越了肉体。现代一些科学家也开始好奇，如果意识不是大脑的产物，而是某种接收器，那死亡只是断线，而非消失。就像 WiFi 断了，你不会说网络不存在，只是路由器没了讯号。这种说法叫做意识场理论，把大脑比作一台收音机，而灵魂是广播讯号。当大脑坏了，收不到讯号，但讯号仍然存在，只是你接不到了。这听起来很玄，但物理学界也有些概念开始碰触这个边界，例如量子意识、全息宇宙理论，甚至是我们还未完全理解的暗能量与暗物质。是不是我们太习惯用显微镜看世界，而忽略了某些东西根本看不见？所以濒死体验到底是幻觉，还是灵魂的证据？科学目前没办法给出绝对答案，但它也没法完全解释这些奇特现象。我们可以选择相信大脑的最后烟火，也可以选择相信我们只是短暂来地球旅游的意识，终有一天会回到某个无法言说的地方。但不论哪种答案，有一点是确定的，那些死过一回的人回来之后都变了，他们更少怕死，也更懂活，因为他们看过终点，所以更珍惜当下。也许这才是濒死体验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事。当我们仰望星空，思考灵魂的去处，或许科学与神秘并不是对立的两端，而是同一条真理之路上走在不同步伐的旅人。你说濒死体验是幻觉还是真相？也许那是宇宙在提醒我们，死亡不是终点，
只是另一场未知的冒险。所以，好好活住吧，因为总有一天，我们都会知道答案。